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乐财经，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。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半导体行业的股票。我推荐的两家半导体公司分别有英伟达 （NVIDIA） 和台积电。这两家公司都已经是各自半导体行业里的龙头。半导体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了科技领域必不可少的部件，从手机、电脑、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 AI 到现在最火的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，这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 NVIDIA 英伟达第三季度的财报。英伟达在昨天11月18日发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，成绩非常亮眼，可是盘前股价还是跌了。NVIDIA 第三季度的收入为 4.7 billion， 高于市场预期的 4.4 billion。 游戏板块环比增长了 37%， 数据中心环比增长了 8%。 NVIDIA 指引下个季度收入将达到 4.8 billion， 高于预期的 4.4 billion。 游戏板块环比上升，数据中心板块却有所下降，这和预期的也大致相符。那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NVIDIA 股价在亮眼的财报后并没有大涨呢？ NVIDIA 股票年初至今表现为 128%， 而半导体行业的指数 SOX 表现只有 37%。 我认为随着安培 Ampere 推出和 ARM 收购消息等关键催化剂已经发挥了推动股价的作用，也就是所谓的 price in。 所以在第四季度数据中心需求大幅回升之前，股票还有可能回落并整合。 NVIDIA 在9月的时候就宣布收购 ARM， 一家拥有广阔的生态系统公司，这将让 NVIDIA 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顶级计算公司，在加速创新的同时向大型高增长的市场扩展。从长远来看，如果 ARM 交易在16个月内正式成功的完成，这将会大大帮助 NVIDIA 的市场扩张，在2023年之前可以涉足大约为250 billion 的市场，并且大大提高 NVIDIA 的股价。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ARM 这家公司。从技术上来看， ARM 的设计架构主要有3项好处：第一，安全性高；第二，能源效率高；第三，延迟低。这项收购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将不单只是为 NVIDIA 巩固其行业龙头的地位，还会扩张到别的领域，主要将会为 NVIDIA 带来5个好处。第一，它会潜在的帮 NVIDIA 扩展到 CPU 市场，并提供未来的数据中心 AI 架构，尤其是对计算储存这个方面。计算储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高效技术领域。第二个好处是能将 NVIDIA 所涉足的市场扩张到250 billion， 分别是手机与电脑设备的95个 billion， 数据中心的80 billion， 以及汽车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物联网的75 billion。 第三，这项交易将增加可持续性和高利润率的数据中心业务，这将巩固 NVIDIA 在庞大数据中心领域的地位。第四，交易完成后将会大大的增加毛利率和每股收益。第五，收购完 ARM 后， NVIDIA 将能利用 ARM 的1300万开发人员来扩展 NVIDIA 的 CUDA 开发人员生态系统。综合以上的5点好处，以 NVIDIA 收入板块来看，收购 ARM 将能提高 NVIDIA 在游戏、数据中心以及汽车方面的收入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， NVIDIA 在这个板块的收入也会大大提升。 NVIDIA 已经和丰田、本田、大众汽车、奔驰、奥迪等多家汽车品牌合作于自动驾驶的项目。那最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NVIDIA 所面对的3个风险。第一，
如果 NVIDIA 与 AMD 在游戏方面的竞争失去了市场份额，这可能会使该股票走低。第二，采用 Ampere 平台的速度比预期慢，这将会导致比较低的数据中心和游戏销售。第三，汽车和数据中心市场的不景气可能会增加股票的风险。那我相信财报以后，很多分析师将会上调其目标价格到600以上。我们可以先观望其股价，如果股价低于520，便可以放心的买入，并且长期拥有。要记得分波段加仓是非常重要的技巧。虽然说该股价已经处于高位，但是相比其他科技股，它的 PEG ratio 只是 0.8， 所以还是相对便宜的。PEG ratio 就是 Price to Earnings to Growth ratio。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 NVIDIA 它的 PEG ratio 只有 0.8， 这比 Facebook、Google、Amazon 都还要低，而平均 PEG ratio 是 1.6， 大约为 NVIDIA 的1倍。那我要说的第二家公司就是鼎鼎大名的台积电。台积电是全球许多无晶圆厂或 IDM 的首选铸造厂，特别是对于领先的技术。虽然台积电禁止使用华为所设计的芯片组，但由于广泛客户的强烈需求，台积电仍能够充分发挥其领先能力。最近，台积电收购了台南的土地和工厂，以进一步扩大5纳米和3纳米的产能。5纳米和7纳米将在2021年占总收入的约 55%。台积电在领先技术中的主导地位将继续推动这一波优势。可是 NVIDIA 的 GPU 需求在20年第4季度正在下降。NVIDIA 从5月开始使用三星的8纳米技术，开始批量生产 Ampere。Ampere 的推出意味着上一代的 GPU 由台积电所制造的16纳米 Turing 即将达到产品寿命。NVIDIA 将在2020年第4季度将16纳米 Turing GPU 订单减至几乎为零。在第4季度，台积电将有16纳米的闲置容量。同时，在禁令发布之前，华为4G 手机的16纳米生产也占有台积电16纳米的相当大比例。所以在9月15日之后，台积电将很难找到其他的客户来替代 NVIDIA 和华为所留下的闲置产能。那现在我认为有4个主要的因素可以继续推高台积电的股价。第一， 5G 智能手机销量增加。尽管受到库存调整和疫情的影响，全球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下降，但智能手机收入却同比增长了 46%。 这是因为所有 5G 智能手机都采用7纳米或5纳米的 CPU 作为主要芯片。每台手机半导体含量的增加，为台积电在2020年提高了智能手机板块的收入。台积电在7纳米和5纳米上具有比较高的晶片平均售价。2020年 5G 智能手机总出货量将大约在2亿到 2.5 亿左右。5G 手机的增长将能为台积电作为主要的增长动力。第二，高性能计算领域也将强劲的增长。高性能计算占台积电总收入的 33%。在所有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产品中， AMD 在2021年和2022年的 CPU 市场份额的增长将为台积电带来巨大的收入。随着 Intel 不断出现技术问题， AMD 的7纳米 CPU 可能会在2021年保持强劲的市场地位。有报告指出， AMD 每增加 1% 的 CPU 市场份额，即可为台积电带来 1.8 亿美元的收入。自2019年以来， AMD 的 CPU 市场份额已经大幅增长。我认为这个增长势头将会在2021年和2022年持续，这将会为台积电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。第三，自2021年起，苹果 Apple Silicon
将会进一步增加了台积电的收入。苹果打算从2021年开始在其 MacBook 上使用自己基于 ARM 的 CPU。苹果正在设计全新的 CPU。台积电的目标是从2021年8月开始发货 Mac 的 CPU， 以满足2021年假期季节的新产品发布周期。尽管每年 MacBook 的总出货量大约为 iPhone 的1/10，但是苹果 Mac CPU 超大芯片尺寸将会是 iPhone 晶片的3到5倍，这将会为台积电带来大约25亿美元的收入。苹果在2019年就已经为台积电贡献了大约80亿美元，而 Apple Silicon 宣布之后，这将会大大的增加台积电的收入。第四，2021年中还有其他增长动力，比如说一直以来都非常疲软的汽车领域需求将会在2021年大大增加，而且台积电在2019年以来就与 Sony 合作获得40纳米的 CMOS 图像传感器的资格。新的图像传感器收入总额估计将占总收入的 2%。综合以上4点，5G 手机的半导体含量不断增加， AMD CPU 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，苹果 Apple Silicon 芯片和 CMOS 图像传感器这4个因素将会推动台积电以后股价的发展。在我们了解了台积电所有的潜力之后，我们也要看看其风险。台积电主要有5个风险：第一，全球半导体市场疲软；第二，由于折旧成本上涨，利润率降低；第三，来自 Global Foundries、三星、Intel 的竞争加剧，从而进入了代工业务；第四，供应链库存消化时间超出预期；第五，由于疫情导致半导体需求放缓。对于台积电，由于受到各种增长动力的推动，加上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不大，所以我认为台积电还大约有 15% 的上升空间。那让我们总结一下这2家公司台积电和英伟达 NVIDIA 的股票操作。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，台积电分别在美国和台湾都可以购买此股票，在美国的代码为 TSM， 在台湾的代码为2330，目前的价格是大约96美金，490新台币，目标价格为110美金，560新台币。然后我建议的买入价格大约在85到93美金，或者450到480新台币。然后第2家公司英伟达 NVIDIA， 股票代码 NVDA， 目前价格大约是在530美元，目标价格大约为600，而我建议的买入价格在480到520美元之间。我认为这2家都是非常好的公司，买入之后可以安稳的睡觉，不需要操心，1年之后肯定可以为你带来可观的收入。那你对这2家公司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下方让我知道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。